你好呀，我是暖暖。上一期视频发布之后，有伙伴说想要了解一下龟龟的性格，好为后续买龟做准备。没问题，安排。为了能够相对准确地描述这种龟的性格，我只选择我饲养过至少3只以上的龟来和大家分享。另外，因为我养过的龟品种还挺多的，所以呢，我会把这个内容拆分成几期视频进行分享。本期视频主要和大家聊几种巴西脸龟。先说我的结论，我饲养下来的感受是，火焰龟是我养过的巴西脸龟里面性格最好的，其次是中美彩龟，再次是巴西龟。这里的巴西龟包括红耳巴西、黄耳巴西、格兰德，还有各种变异。最后是锦龟。这个排名的依据主要就是混养情况下是否会去攻击其他的龟，以及是否会有恐吓或者以伤害主人为目的的咬人行为。接下来我们展开说说。从开始养龟到现在，我养过的火焰龟少说也得有20多只了，但是印象中真的没有那种嘴欠去咬其他龟的，反而如果缸里面有其他比较凶的龟，会来欺负它们。目前为止呢，我也没有遇到过我把火焰抓起来，它就恐吓我，或者是故意张嘴咬我这种情况，算是我养过的巴西脸里面最温柔、性格最好的品种了。中美彩龟整体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温顺的，有的个体呢会因为害怕而恐吓人，但是基本就是张着大嘴，虚张声势，不太会主动攻击。混养情况下，我也没有遇到过中美彩龟主动去攻击别的龟的情况。因为中美彩龟和火焰龟的习性非常相近，所以我会比较喜欢把这两种龟养在一起。巴西龟里面，我个人感觉是黄耳巴西还有格兰德有一定概率会有一点凶。目前我手上的这只小黄耳，我抓它就会张嘴恐吓我。格兰德的话，之前我养过一只嘴特别欠的，就是别的龟晒太阳飞鸡腿，它就要去咬人家爪子，和谁都没有办法合缸。然后你只要碰它就会恐吓你。那是我养过的最凶的一只格兰德。目前我在养的这只就比较温顺胆小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把这两种龟和其他龟合缸，建议可以多关注一点。除此之外，像红耳巴西还有各种变异巴西，目前来说我没有遇到过那种嘴特别欠的，相处的都还不错。关于锦龟，我养过的有东锦、西锦、南锦和杂锦。我的感受是最凶最不好合缸的是杂锦，其次是西锦，再次是东锦，南锦基本不太会有攻击别的龟的行为。杂锦我养过4只左右，印象中最后都是因为它们咬别的龟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合缸，所以被我或卖或送都给出掉了。西锦我养过的不多，印象中是2、3只吧，它就属于苗子时期就很欠的那种。目前想找到特别好看的西锦也不太容易，如果单纯从颜值方面来说，我会更倾向于杂锦一些，反正都是嘴欠，那不如找个好看的养着。东锦是不是嘴欠，我觉得得看命，我是欠的不欠的都遇到过，比如我们家这只就属于比较欠的，缸里其他锦龟的尾尖基本都是它干掉的。南锦是锦龟里我觉得最温顺的，目前我养过的南锦应该是6只，性格都不错，不会凶人，也不会去欺负别的龟。总的来看，锦龟还是比较胆小的，我是没有遇到过锦龟对我特别凶的情况，它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窝里横。以上就是我对于我养过的这些巴西脸的一个性格分析，因为养过的数量有限，所以算是比较主观的评价，只能给大家一个参考。另外提醒一下大家，大部分龟在1岁以内都比较喜欢去咬别的龟，就好像小孩子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和探索。所以如果你是苗子时期合缸，最好提供足够大的空间以及合适的躲避物，不然龟很容易尾巴有损伤。那如果有条件，建议龟1岁以内单独饲养，1岁以上再看情况决定是否合缸。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还算有帮助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你们的关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我是暖暖，我们下期见啦。